当你看到新加坡警察背着喷气背包在布拉尼岛海域腾空而起，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引擎轰鸣声划破天际，或者当你留意到全副武装、搭载着重型武器的无人水面系统在夜色笼罩的海面上犹如幽灵般悄无声息地巡逻时，你的第一反应是不是觉得这也太科幻了？有人嘲讽，新加坡又在炫富，和迪拜一样靠黑科技博眼球，但没人知道，这酷炫背后是这个小国被双重危机逼到退无可退的无奈。人口老龄化断崖式加剧，海域安全压力步步紧逼，未来10年连站岗的海警都可能招不够。那么这些看起来简直就像是钢铁侠走入现实一样的单兵飞行装备，以及那些冷酷无情的无人驾驶战舰，到底是怎么在瞬息万变的实战中死死保住新加坡这条国家命脉的？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这背后的秘密。要读懂新加坡的科技强景，先读懂它刻在骨子里的生存焦虑。作为弹丸小国，新加坡没有退路，每一步都关乎生死。作为全球最繁忙、最具战略意义的海事枢纽之一，马六甲海峡就像是全球贸易的绝对咽喉，每天有成百上千艘满载着石油、天然气和工业制成品的巨型货轮在这里穿梭。如果你看过海事雷达屏幕，上面的光点密密麻麻，简直让人密集恐惧症发作。这里的绝对安全不仅直接关乎着我们每一个新加坡国民的饭碗和生存底线，更是时刻牵动着全球供应链那根极其脆弱的神经。反恐防暴、打击武装海盗、防范非法入境，这些高强度的海上安保任务，过去几十年全靠警力用血肉之躯硬扛。但残酷的现实的是，新加坡正加速滑向深度老龄化，人口金字塔彻底倒置，劳动力短缺已成不可逆转的死局。全岛各行各业都在疯狂缺人，高危的警队更是招募困难，靠人海战术守护海域安全早已行不通。对新加坡而言，无法实现高密度、全天候的海域覆盖，国家的生存底线就会被轻易击穿。当人力资源彻底见顶，唯一的破局之道，就是用前沿科技换战略空间科技强景，从来不是面子工程，是血淋淋的生存法则。被全网疯传的飞天警察，核心装备是这款净重35公斤的喷气背包，搭载多个微型喷气引擎，最高时速可达137公里。看似酷炫，实则藏着极度务实的战术逻辑。很多人把它和迪拜警方的飞行摩托对比，觉得都是土豪玩具，但两者天差地别。迪拜侧重公关炫技，而新加坡这款是为实战而生，每一个设计都针对海上执法的痛点。在复杂多变的海上执法场景中，面对那些拒不配合的嫌疑船只，传统的做法是驾驶刚性充气快艇强行靠近，抛出带钩的绳索，然后全副武装的特警在剧烈摇晃中顺着绳子艰难攀爬登船。这套动作不仅耗费极长的战术时间，而且在颠簸的风浪中极具致命危险性。特警随时可能因为一个大浪落水，或者被2艘船体狠狠夹伤。而喷气背包的出现，直接打破了这种平面作战逻辑。它能让特警拥有3维机动能力，无视海浪和船舷高度，从天而降瞬间控制驾驶舱，实现不对称防卫。这款装备造价高昂，从不用于常规巡逻，专门针对被劫持的高价值目标，突发反恐危机，是精准打击的王牌。除了天上的喷气背包，水面的无人巡逻艇同样致命。新加坡自主研发的无人驾驶艇配备军用热成像仪、先进雷达和自主避障算法，能24小时不间断巡逻，不惧恶劣天气，成为人力的战术倍增器。他们充当前沿眼睛，通过 AI 锁定可疑船只，立刻传回指挥中心，再由喷气背包特警切入战场完成处置。空中加水面的立体化布局，把单兵作战效能放大了成百上千倍，完美填补了人力缺口。看到这里，你可能会感到好奇，这些听起来像是还在实验室里的黑科技，怎么能这么快，这么顺利地从图纸走向实战前线？这背后绝对离不开一个极其低调但权力巨大的神秘操盘手——新加坡内政科技局，简称 HTX。 它不是普通的采购部门，是全球首个专门为内政安全设立的独立研发机构。 HTX 的核心战略只有3个词：无人化、自动化、预测性分析。它从不买现成的通用装备，因为那些装备无法适应新加坡高热高湿的热带海洋环境，也不符合本土执法需求。疫情期间，
在碧山公园巡逻，提醒保持社交距离的 Spot 机器狗，就是 HTX 的实景测试手笔。从樟宜机场的全自动虹膜通关闸机，到今天的无人巡逻艇、喷气背包， HTX 的逻辑很清晰，把重复、枯燥、高风险的安保任务全部交给机器。 HTX 模式最厉害，也最难以被其他国家复制的地方在于，它直接用行政力量打破了传统警队和科研机构之间那堵厚厚的部门墙。他们让懂底层算法和硬件技术的极客工程师和那些在一线摸爬滚打、懂实战执法的老警察天天坐在一起，共同打磨每一个装备的细节。这种科技加执法的无缝联动，让新加坡成为全球警务机器人领域的先锋，其模式难以被其他国家复制。当科技深度介入执法，一个尖锐的问题无法回避：武装无人系统能巡逻，能锁定目标，甚至能开火。最后那一下决定生死的开火权，该由谁掌控？如果把开火权交给 AI 算法，一旦出现误判，比如把普通渔船当成恐怖分子快艇，造成平民伤亡，责任该算在工程师、操作员还是研发机构头上？这是新加坡必须面对的伦理困境。新加坡深知，高度依赖 AI 执法，必须掌握绝对的技术主权，核心算法、监控数据安全、系统后门防范，这些关乎国家命门的东西，必须牢牢握在自己手里，绝不能受制于人。这也是新加坡宁愿重金自研，也不盲目采购外部装备的原因。买来的系统永远有被卡脖子、被监听的风险。科技能替代人力，却无法替代人类的同理心和道德判断。如何在追求安全效率和守住伦理底线之间找到平衡，是新加坡科技强警下一步最大的考验。从科幻感直接拉满的单兵喷气背包，到冷酷高效、不知疲倦的武装无人巡逻系统，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切，绝对不仅仅是几件警用装备的常规迭代升级，这更是新加坡向全世界交出的一份充满生存智慧的答卷。在这里，前沿科技从来都不是那些大国用来锦上添花、对外炫耀的炫技工具，而是实打实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战略级资产，是真正意义上保卫国民安全的现代护城河。我敢断言，在不远的未来，随着技术起点的到来，我们绝对还会看到更多原本只存在于科幻电影和顶级实验室里的不可思议的科技。如果你觉得这期干货满满的内容让你对新加坡的科技实力和生存哲学有了更深层、更透彻的认识，请务必现在就点击订阅频道，并顺手打开旁边的小铃铛。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